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。哇，漂亮！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军美食。今天做了好吃的素馅豆腐小包子，半烫面的蓬松暄软，看一下个个晶莹透剔，不破皮儿不露馅儿。盆中倒入半斤的普通面粉，加入一点点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搅拌均匀。先用80克滚开的烫水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再加入65克的凉水，继续搅拌均匀。两种面絮混合在一起，搅至没有过多干粉状态，下手揉成团。这个面团刚和起来有一些硬啊，刚开始揉不均匀，盖上盖子醒上几分钟，醒这几分钟的面团再来揉面。这会儿面很轻松就能揉光揉匀了。揉光以后盖上盖子，放在一边醒着。面和好后，我们来准备馅料的部分。一块老豆腐，先给它切成厚片，留上1/3处，一会儿备用。然后再给它切成宽条，最后切成小一点的方丁。最后把剩下这1/3豆腐放在食品袋中，给它捏碎。捏成碎渣备用。半根胡萝卜切片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再来几朵泡发好的木耳，切成小块。一把泡发好的粉丝，切成小段。再来切点葱花，最后切点姜末。起锅烧油，油热以后放入豆腐丁。炒至豆腐丁微微发黄的状态，倒入胡萝卜丁，翻炒均匀，然后加入姜末，放入木耳、粉丝，翻炒至粉丝看着呈现这种透明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把火关掉，加入我们捏碎剩下的豆腐。混合均匀。接下来我们给调一下味儿，放入白胡椒粉、鸡精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盐，少来一点白糖提鲜。混合均匀，给它晾凉。馅料晾凉以后，我们放入切好的小葱花，搅拌均匀。最后再少放一点料油或者香油，混合以后，馅料就制作完成了。取出醒制好的面团，直接搓成长条状，然后给它切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，一个面剂大约10多克左右，少撒一点干粉，直接压扁。按压好的剂子像我们平时擀饺子皮儿一样，沿着边缘一边转动一边擀开，擀成稍微薄一点的饺子皮。中间的部位放上馅料，饺子皮10多克，这个馅料大概20多克，也就是3小勺的馅料，像我们平时包包子的手法。最后这个剂口可以留个窝窝，也可以把它捏死。整理一下，包子全部包好后，放上油纸，给它放在蒸屉上。包好的包子放入锅内，盖上盖子，把水烧开，大火蒸1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。哇，漂亮！看一下这颜色也出来了，薄薄的皮儿，可以出锅了。家人们，这样做的小包子您喜欢吗？看一下底部都是透亮的。现在天气热，吃点素馅儿还特别适合减脂期的家人。掰开里面看一下，里面满满的馅料。海军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海军美食。今天做了排骨花卷一锅出，看一下花卷个个都吸满了汤汁儿，味道特别的美味。而且这种方法做起来特别省事儿。如果您中餐不知道吃什么，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实做哟。首先我们把刚刚买来的排骨加一点干面粉，抓拌均匀。这样清洗的时候更能把表面的污渍跟血水清洗干净。倒入清水，
给它抓一抓，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。清洗好的排骨给它沥干水分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，用刀给它切成菱形块，这样切出来的土豆块更好吃。切好的土豆块放入清水，防止氧化。昨天炒菜剩下的半根胡萝卜也切成菱形块放在里面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些葱姜蒜、干辣椒。锅中倒油，加几颗花椒粒，开小火慢炒，炒至花椒粒微微变色，从边缘给它盛出来。然后加入排骨，翻炒至排骨微微的变色，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，然后给它加入葱姜蒜、干辣椒。翻炒出香味以后，加入盐、鸡精、少许的花椒粉，一点点老抽上色，再加入一点点白糖，放入少许的豆瓣酱，最后再来一点酱油，炒至排骨上好颜色，然后我们给它加入开水，盖上盖子。中火慢炖2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来和个面团，盆中倒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2克的酵母粉。为了让它快速发酵，可以加一点点糖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。然后用180克的温水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至单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。揉好的面团，我们直接给它移到案板上。然后用擀面杖擀开，擀成这样稍微薄一点的大面片状。面片的表面淋油，给它刮均匀，从底边给它卷直起来，边缘处整理一下，然后给它切成1厘米宽的小面剂。拿过一份切好的面剂，在中间掐一下，然后拧个劲儿。两边给它捏在一起，像一个小心的形状，非常的简单。做好的小花卷盖上保鲜袋，醒至20分钟。2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放入豆角、土豆，给它翻拌均匀。几分钟以后，放入我们醒制好的花卷，盖上盖子，中小火慢炖10分钟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打开锅盖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！汤汁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，花卷也熟透了，关火。看一下这个菜，汤汁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，土豆特别的烂，轻轻一压，看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块排骨，排骨也是软烂入味儿，咬上一口，先尝尝。有肉有菜有主食，味道美极了，做法超级的简单，喜欢的家人们可以动手试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一个低卡蔬菜饺子，皮儿薄馅儿大，清爽鲜美。家人们看一下，皮儿特别的薄，里面的馅料明显的露出来，一口一个，超级的美味。盆中倒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50克的小麦淀粉，搅拌均匀。用凉水来和面，加入150克的凉水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成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，揉成一个光滑柔软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上半个小时。接下来准备馅料的部分，一把小白菜放入开水锅中焯烫1分钟，捞出攥干水分切碎。切好的小白菜，我们再给它挤一下水分，放入盆中。一小撮韭菜切碎，切好的韭菜碎也放进来，加入少许的油，搅拌均匀，锁住蔬菜里的水分。再来一把木耳，给它切得碎一些，切好的木耳碎也放进来，再加入一些鸡蛋碎。这鸡蛋碎一定要把它炒好放凉了。加入葱花，
一把小虾米，放入少许的胡椒粉，再来点蚝油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盐，少许的生抽，最后来点调料油。喜欢吃香油的，再来几滴香油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，馅料就制作完成了。取出醒制好的面团，再揉一揉，把面揉得更光滑一些。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状，搓长以后，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，比我们平时包饺子的剂子要稍微大一点点。撒一点干粉，直接压扁。取过一个面剂子，像平时压饺子皮一样给它擀开擀薄，中间的部位放上馅料，压一压，然后给它对折过来，边缘处先捏一下，然后打褶再捏，打褶捏，以此类推，打褶捏，非常简单，打褶捏，然后给它顺一顺，捏严捏紧。饺子全部包好了，放入蒸屉上。包好的饺子放入锅内，盖上盖子，蒸8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可以出锅了。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出锅了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吃上一款素蒸饺，蘸上油醋汁儿，那味道老好吃了，大人孩子都喜欢。做上一锅，清爽又味美。关键是好吃不长肉，您喜欢吗？动手试做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一个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——茴香馅包子，个个白白胖胖，蓬松又暄软。盆中倒入500克的普通面粉，3克的酵母粉，5克白糖促进发酵，用280克的温水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成这样的大面絮状。加入10克左右的猪油，下手揉成团。刚开始揉面的时候，这个面团不容易光滑，盖上盖子醒上几分钟。几分钟以后，再来进行第2次揉面。简简单单揉几下，揉至光滑的面团即可。盖上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我爸妈从老家来了，特别喜欢吃茴香，今天就做一个他们喜欢吃的茴香馅。清洗好的茴香，我们给它切碎。切好的茴香馅放入盆中，接下来锅中放油，油热以后放入我们刚刚搅打好的肉馅，翻炒至肉馅微微变色，加入少许的姜粉、胡椒粉，再加入酱油，1勺的黄豆酱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盐，翻拌均匀。翻炒至肉馅微微变色，晾凉备用。晾凉的肉馅放进来，加入1大把葱花，最后少来一点花椒粉、鸡精，再加入少许的料油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馅料就制作完成了。馅料做好以后，看一下面也醒发好了。醒发好的面团移到案板上，给面团揉搓排气。这一步的揉面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比第1次揉面稍微认真一些，把面团揉光揉匀，排出里面的大气孔。在揉面的过程中，我们从一边揉到另一边，用手掌的掌根来揉面，把面团揉长以后，再叠加过来继续揉搓，重复这样的动作。揉好的面看一下，表面是这种光亮亮的，像耳垂一样柔软，直接搓成长条状，切分成均等大小的面剂子，一个面剂大约60克左右。包子的大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。接下来我们再把每一个小面剂揉一揉，这样擀制的时候擀出来皮儿更圆一点，揉成这种圆形的面剂子。接下来面剂子上撒一点干粉，直接压扁，沿着边缘一边转动一边擀皮儿。擀好的面皮儿放馅料，一个面皮儿大约3、4勺的馅料，用我们平时喜欢的方法，
包汁，这个褶可大可小，不好看没有关系，好吃就可以了。一个包子就制作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给它整理一下，让它更圆润、更好看。包好的包子给它放在蒸屉上，两个包子之间离开一点距离，给它一个醒发的空间。做好的包子放进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轻轻摁一下包子的边缘处，能够立马回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冷水下锅蒸，水开以后蒸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把火关掉，掰开里面看一下，里面馅料十足。如果喜欢吃包子不会做的，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试做哟。海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海娟美食。今天做了一锅半烫面的大蒸饺，家人们看一下，薄皮大馅儿，咸香味美，做法超简单。大盆中倒入普通面粉1斤，加入3克盐，先用160克的开水烫一下面，边倒边搅拌，再加入140克的凉水，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成这种大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，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。如果刚开始不好揉，可以中间醒上一会儿再揉，盖上盖子醒上1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肉馅的部分，7分瘦3分肥的猪肉，我们给它切块，切成大块即可。切好的肉块放在绞肉机中，按压粗肉粒件，搅打成颗粒状。搅好的肉馅放入盆中，看一下这个肉不要搅得太碎，太碎了就不好吃了。接下来准备1颗酸菜，切成丝，再把酸菜切成颗粒状，再切一些大葱，再来切一点姜末。肉馅里倒入酱油，再来一点老抽调色，放入花椒粉、鸡精、盐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成这样的粘稠的状态。加入姜末、葱花，切好的酸菜也放进来，继续搅拌均匀。搅至均匀以后，我们给它放入料油，最后再来一点小磨香油，搅拌均匀，馅料就制作完成了。看一下这颜色，特别好看。取出形成好的面团，整理成长条形，从中间1分为2，然后给它搓细，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均等大小的面剂子，比平时我们煮水饺的剂子稍微略大一些。切好的面剂子上撒一层干粉，然后直接压扁。接下来擀皮儿，沿着边缘一边转动一边擀。擀好的饺子皮中间的部分放上馅料，然后对折，从一边捏，打出褶来，捏，打褶，捏，打褶，捏，打褶，捏。这个随便打几个褶就可以，如果不会的就按咱们正常包饺子来，只要不露馅儿就可以。然后给它整理一下，一个漂亮的饺子就制作完成了。锅中提前把水烧开，水开以后上锅蒸，盖上盖子蒸上15分钟。打开盖子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，整整齐齐的，可以出锅了。家人们看一下，好吃的大蒸饺出锅了，真的是薄皮儿馅儿大，咸香味美，自己在家做，健康又卫生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。快过年了，今天海娟给大家分享一款好吃的五彩饺子，您更喜欢哪个颜色呢？首先盆中倒入1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1克盐，甜菜粉加入10克。看一下我们使用的这个果蔬粉配比特别的干净，只有甜菜。这果蔬粉有6种，有南瓜粉、紫薯粉、菠菜粉、胡萝卜粉，还有甜菜粉。搅拌均匀，加入凉水60克，边倒边搅拌，搅至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。把这个面团揉光揉匀，如果当时揉不光，可以醒上一小会儿再来揉面。
表面呈这种光滑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同样的比例和手法，我们和5个五彩面团。接下来我们再揉一个白色普通面团，这个白色面团多揉一些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肉馅儿的部分，这个肉最好是有肥有瘦，然后少淋一点清水，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。打好水之后，加入葱姜末，加入酱油，少许的老抽调一下颜色，加入炸好的花椒油。调馅儿我们就用这个肉馅饺子粉，调出来的馅儿特别好吃。它分素馅儿和肉馅儿，鸡精呀、味精呀或者是胡椒粉之类的全不用加了，只需要加它即可。搅拌均匀，搅拌着这个肉馅儿油汪的抱团的状态，加入我们切好的酸菜，继续搅匀。馅料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取过绿色面团，切下一块，黄色面团也同样切一块，搓一下，再给它分成这样的小剂子，把每个小面剂都给它搓成长条状，搓细搓匀即可。取过一块白面团，切下一部分，然后给它揉一揉，揉均匀。然后我们把搓好的这个彩色剂条喷一点水，让它更好的粘合。2条彩色面剂中间稍微有一点点距离。最后一条放上来，全部粘好以后，给它再搓一搓，搓得均匀一些，让这彩色面条完全贴合在这个白面团上。然后2只手向不同的方向给它上满劲儿，拧一拧，搓一搓。搓好以后，我们给它揪成均等的面剂子，少撒一点干粉，把它搓圆。然后我们给它直接压扁，沿着边缘给它擀开。擀好的饺子皮儿放馅料，这捏饺的方法就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来。一个小饺子就制作完成了。取过45克的彩色面团，然后擀成长方形的片状，擀成均匀的面片。白色的面团搓成长条状，重量是90克，也就是1:2的比例。然后用彩色面团包裹着这白色面团，捏严收紧。多余出来这个棱，我们用厨房剪刀给它剪去，不然的话它搓出来条状不均匀。再搓一搓，以此类推，全部做好。5个彩色面剂子全部做好了，然后用刀我们给它来回转动的切成面筋儿。切好的面剂子我们全部给它压扁，每个颜色拿出来一个给它拉长，分别拉长给它堆叠在一起。最后上下两端再来2个白面团，放在手里给它整理一下，让所有颜色的面团融合在一起。攥好的面团我们给它搓得均匀一些，然后切成面剂子，撒一点干粉给它压扁，同样给它擀成饺子皮儿，放上馅料，好不好看？锅中水开，下饺子，沿着锅壁推动一下，防止粘连。看着肚子特别大，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家人们看一下，主吃的饺子一点都不会褪色，用这个果蔬粉，有喜欢的可以左下角去拍一单。谢谢您对海娟美食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分享一个玉米面开花大馒头，蓬松柔软，简单又省事。盆中首先放入150克的玉米面，加入350克的白面，5克酵母粉，50克白糖，这个白糖的量咱们根据自己的口感添加。打入1颗鸡蛋，大约50-60克，再加上一点炼乳，增加奶香味，家里没有的可以不放。搅拌均匀，
搅匀以后，加入纯牛奶270克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成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。揉成团以后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然后把面团压平，压出一个窝窝。加入20克的黄油，家里没有黄油的就用玉米油，然后把黄油揉进面里，揉上5分钟左右。看一下这个面团的表面光亮的状态，特别柔软。放回这面盆中，密封醒发至2倍大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醒发，看一下这面团已经蓬松到2倍大了，里面全是这种蜂窝组织。案板上少来一点干粉，醒好的面团放上来，反复揉搓，排出里面的气体。揉好的面团搓成长条状，切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。取过一份切好的面剂子，由外向里叠加，然后我们给它揉匀，搓一搓，剂口朝下，揉成圆形的面剂子。揉好以后，我们利用一个刮板或者筷子，沾一点干粉，往下按压，切个4瓣到5瓣，压出一个花瓣形，4瓣到5瓣都可以。然后花瓣朝下，再整理一下，整理成馒头的形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做好的面剂子放在备料上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，看一下这馒头生坯明显的变大，按压一下，快速回弹，这样就可以上锅蒸了。锅中提前把水烧开，水开以后放馒头，全程中大火蒸，蒸上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把火关掉，焖上2分钟。2分钟以后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，可以出锅了。看一下这样做的开花大馒头，可以说全程无技巧无难度，蓬松又暄软，做法超简单，就算新手也能一次成功。中午来个大炖菜，午餐就是它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海娟美食。今天海娟分享一个自制豆馅糯米饼，香甜软糯又好吃，自己在家做经济实惠又美味。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的糯米粉，加入50克白面，放入酵母粉3克，白糖10克，混合均匀，加入温水260克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成这种颗粒状，揉成面团。揉成团以后，盖上盖子，醒发半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处理豆馅的部分，红小豆不用浸泡，放在高压锅中压40分钟就可以了。我多做了一些，可以包豆包吃。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白糖，然后给它压成颗粒状。看一下这豆馅压好了，有一点颗粒状，不干也不稀，刚刚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操作之前我们可以给它团成球。看一下醒发好的面团有这种裂纹的状态，直接移到面垫上，搓揉几下排出里面的气体。揉好的面团我们给它搓成长条状，切分成等份的面剂，把每个面剂子在手心里揉一揉，揉成这样的圆形，再揉一揉，从中间的部位压下去，沿着边缘捏一捏，底部稍微略厚，捏成这样窝头形状，放上一个我们团好的豆沙馅，虎口收拢法，一边转动一边往上收，馅儿和皮儿一齐的时候给它收拢剂口，压一压底部，然后放在手心里团一团，底部特别光滑的时候给它压扁，转动着压，这样小饼出来特别圆，压成这样小圆饼即可。饼铛提前预热刷油，油热以后放入生坯，全程开中火慢烙，烙至底部呈金黄色翻面，翻面以后继续保持中火慢烙。烙制的过程中，我们给它转动一下，让小饼受热更加的均匀。
烙至小饼的另一边变成金黄色，我们给它再次翻面，看这颜色特别的漂亮。翻面以后，再给它上颜色，烙上1分钟。烙至小饼的两边全呈这样的金黄色，颜色特别的美观。边缘处已经变成透明色了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出锅，小饼出锅了。看一下颜值，两边金灿灿的。掰开里面看一下，里面软糯香甜，满满的红豆馅儿。喜欢吃的家人们动手试做吧，全程可以说无难度。